我全款买了房子的3个月后，爸妈突然带回来一个7岁的男孩，说是给我领养的弟弟。看着这个面相有些怪异的男孩，我本能的不喜，坚决反对爸妈的想法。但是一向尊重我意见的爸妈，这次竟然破天荒的不同意我的提议，执意收养这个男孩，甚至不惜对我冷眼相待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那一天，我看到了一张诊断书，才知道这个男孩的真实身份。我是独生女，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。在我们村子，没有儿子是要被邻居们笑话的，但是爸妈却不顾那些人的闲言碎语，将所有的宠爱都给了我。因此，在我工作几年以后，爸妈委婉提出想要在城里面买一个房子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就同意了。婉婉，我们只有你一个女儿，将来我们走了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。爸妈，你们说的是什么话？这些年，你们为了我省吃俭用，孝敬你们也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房子就当是女儿孝敬你们的。看那些人还说什么女儿没有儿子中用的话。我将房本递给爸妈，虽然买这个房子几乎将我的积蓄用光，但是看到爸妈开心，我心里面也觉得高兴。我想让那些说闲话的人看看，女儿怎么了，并不比儿子差。那些人引以为傲的儿子，不也有很多30老几还在啃老的吗？婉婉，你是我们的骄傲，但是你的脾气也该收一收，他们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不能对他们不敬。我们给你取名叫婉婉，也是希望你做一个温婉懂事的人。听到这些重复了不下几10次的话，我立刻引开了话题，不想和他们继续在这个问题上争执。我觉得那些所谓的长辈亲戚，整日长舌头地说我们家闲话，何必还要给他们好脸色？可是爸妈总是不同意，面对那些人的时候，也总是好脾气。我看不惯，也因为这件事情和他们吵过几次，但是并没有什么用处。久而久之，我也懒得和他们争执了。我明天下午休息，可能会早点回来。我们在家里吃一顿好的，庆祝一下买了新房。第二天中午，当我哼着小曲回到新家的时候，还没开门，就听到里面传出了熟悉又令人厌恶的声音：姐姐，你们家婉婉一个丫头，买房子做什么？不如帮衬帮衬我们家广胜还没有买房子呢。熟悉的声音里面带着浓浓的贪得无厌，还有一些酸味儿。这个女人便是我的大姨，我妈的亲姐姐。这些年，不知道从我们家打走了多少秋风。每次来家里面，走的时候都要顺手拿点东西，就连一卷纸在她眼里都是好的。更是借着我那个没出息的表哥，屡次三番找爸妈借钱，借出去不少，但是1分钱都没有还回来。听到他这番话，我便知道他肯定是又要找借口借钱了。以前借钱没有被我撞上，事后爸妈也不让我去找，但是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得逞。我猛地打开门，将正在说话的大姨吓了一跳。哎呦，我的天，你这孩子回来怎么不知道敲门，吓死我了。大姨说笑了，我回自己家怎么还需要敲门呢？不过大姨怎么有空过来？最近不是忙着给广胜哥相亲吗？怎么样啊？张广胜好吃懒做，30好几了，还没有个正经工作，成天胡吃海喝，还要靠2个老的养活着，更不要说长得一身肥肉，1.6米的个子，活脱脱一个正方形。要是能有人看上他，那张家的祖坟要冒多少青烟？果不其然，我刚说完这话，大姨的脸色就猛地变得难看起来，冷哼一声，又一次提起刚才的事情。你广胜哥还没有房子，怎么结婚？这些年我们帮了你们家多少？要不然就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撑起这个家？现在你出息了，能赚钱了，倒是把我们忘到脑袋后面去了，连帮衬你广胜哥一把都不肯。大姨这话可就不对，我哪里有广胜哥有出息？广胜哥可是男娃。大姨也说了，我们家没有男娃，就靠我撑着，肯定不容易啊。能买上这么个2手的房子，已经掏空了家底。我刚才还想着，这刚买完房子，
家里面都快要揭不开锅了，肯定要你们帮衬一下才行。大姨，你看看，当初跟我们家借的那些钱，能还回来不？婉婉，见到大姨铁青的脸色，我妈立刻呵斥住了我。怎么和你大姨说话呢？快点道歉。我就知道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我深呼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不去生气。我先回房间了。留下这句话，我便冷着脸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进房间以后，还能听见大姨喋喋不休的批评：你们是不是太惯着苏婉了？她就是一个丫头片子，将来早晚有一天要嫁人的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和娘家就再也没有关系了。难不成你们到时候还指望着她给你们养老？妹妹呀，你们能依靠的是我家的广胜，你是他二姨，他肯定会给你们养老的。现在广胜有难处，你们不应该帮一把吧？只要买了房子，广胜很快就能结婚了。那我听到我妈马上就要松口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打开门便冲到客厅。大姨，张广胜现在连个工作都没有，指望着他给我爸妈养老，你确定不是啃老？再说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嫁了人以后就和娘家没关系了。那我妈也是你的娘家人，你都嫁人几十年了吧，怎么还扒在娘家人身上吸血呢？你们张家既然有本事，那就别整天东家薅点菜，西家偷点果，平白叫人看了笑话，连带着我们都跟着抬不起头。我冷脸看着大姨，讥讽开口，他们在村子里面可也没少占小便宜，谁见了不背地里面念叨几句？大姨气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我嘲讽地笑了一声，接着开口，还有张广胜，也就在你眼里是个宝。你出去看看，谁家人长得和他一样，横着比竖着宽，养了一身的肥膘，比村里面养的猪都肥，还没有个窗台高，谁家姑娘瞎眼都看不上他。养条狗还能帮着干活呢，养了它图什么？要我说，你们家也别惦记着买房子，就他那德行，你们就算是买下来一栋楼，也没人看上他。你要是来要钱的，那还是赶紧走吧，省得还要多吃我们家一顿饭。说着，我忍不住白了大姨一眼。大姨气得胸口起伏不定，伸手指着我，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。这些话可是字字句句都戳在了他的心窝子上。我知道他和大姨夫这些年唯一的心病就是那个废物儿子，但是这也怪不了别人，那张广胜变成今天这样，就是他们自己惯出来的。你们就是教养女儿的。大姨知道说不过我，便将矛头对准了爸妈。我是没教养，但我起码能我的爸妈买个房子，比不上有些人一把年纪了，还得拉着老脸给自己儿子借钱买房子。大姨最后是气冲冲离开的，离开之前还扬言要和我们家断绝往来，再也没有我妈这个妹妹。临走之前什么东西也没顺走，可见这次是真的气得不轻。婉婉，她是你大姨，你怎么能这么和你大姨说话呢？亲戚之间互相帮一把也是应该的。看着我妈这么软弱，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要是当时我买房子的钱不够，大姨会借给我们吗？这一刻，我对爸妈有些失望。这些年，他们一直努力讨好着那些亲戚，可是他们根本就什么忙都没有帮过我们。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。接下来几个月，大姨果然安分了不少，也没有再登门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再次见到大姨的时候，爸妈身边还领着一个小男孩。刚回到家，便听到了里面的欢声笑语。哟，婉婉回来了呀！大姨见到我，笑容堆了一脸，但是那笑容里面却带着明晃晃的看笑话的样子。我看向爸妈，他们却眼神躲闪，下意识看向了别处。这孩子是谁？我这才注意到，爸妈中间还坐着一个7、8岁的男孩，正吃着我昨天才买回来的零食，听到我的话，还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。我下意识皱起了眉头，十分不喜这样没礼貌的孩子。这是你弟弟？不等爸妈开口，大姨便幸灾乐祸地开口。
我哪来的弟弟？瞬间，一种不安涌上我的心头。以前没有，以后就有了。这不，你将来总是要嫁人的，你们又看不上我们家广胜，觉得他没本事给你爸妈养老，他们就只好领养了一个孩子了。爸妈，大姨说的是真的。我没有理会大姨，而是看向了爸妈，希望这件事情不是真的。可是他们的反应却让我失望了。婉婉，我们只是担心你一个人太孤单了，有个弟弟，你也有个伴儿，将来你们还能互相扶持。我不需要什么人给我作伴，我也不需要谁来扶持我。这件事情我不同意。爸妈年纪也不小了，就靠家里面的地赚钱，突然养这么大一个孩子，哪里来的闲钱？将来他要读书买房子，总不能都靠我。婉婉，你不能这么自私，这些年我和你妈对你不薄啊。自私？我死死地盯着父亲，很难想象这话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。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前面20几年的关爱都是假的。从始至终，他们都想要一个儿子。爸，就算没有儿子，我也一样可以养活好你和我妈，我会让你们衣食无忧。现在我已经成年了，没有必要再去领养一孩子。听到我的话，父亲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，低下头，一声不吭，明显是生气了。婉婉，这些年我们对你也不差，当时怕你受委屈，哪怕是被那么多人说，我们都没有再要一个孩子。现在你长大了，要在外面工作，也没有多少时间陪着我们，我们就想领养个孩子，也能让这个家里热闹一点。母亲一边说着，一边开始低着头抹眼泪。见到这一幕，我心里面有些不是滋味，既难受又生气。一转眼，看到那个男孩还在没心没肺地吃着零食，恨不得将所有的东西都塞到嘴里面，根本没有在意爸妈的难受，我对他的厌恶就更浓。总之，这件事我不同意。你们要是执意这样，以后就让他陪着你们吧。为了照顾爸妈，我放弃了外省待遇更好的工作，选择了留在他们身边照顾。要不是偶然做了一些副业，赚了些钱，现在想要买房子根本就不可能。苏婉，你眼里没有长辈就算了，现在连我和你妈都不放在眼里了吗？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们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你愿意走就走吧。这是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，说不难受是真的，但我强忍着，没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。婉婉啊，你都20好几了，也该懂事了。你爸妈就是想再要一个孩子，完全不需要你的同意。你这样做不是忤逆不孝吗？这主意是你出的，孩子是你带来的。我转身盯着大姨，眼里面泛着寒光。这还真不是我的主意，你爸妈要是不愿意，我难不成强行把他塞到你们家？大姨说着站起身，你们的事儿自己解决吧，和我可没有关系。临走之前还将我刚刚买的水果拿走了几个，但是今天我懒得和他计较了。大姨离开以后，屋子里面陷入了诡异的寂静。父亲冷哼一声，抱着男孩回了房间。我要吃，要吃。男孩拼命地挣扎着，父亲见状又返回来，将所有的零食都带走了。那里面有几种是我特别喜欢的，但是今天他却一点都没有给我留。妈，你跟我来。我不知道收养一个孩子到底是谁的主意，我知道我妈性子软弱，如果是父亲的主意，她肯定没有办法反对。你也想要一个儿子？我带着我妈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严肃地看着她，心中有些不安。在我紧张的目光下，母亲点了点头，然后又抹了一把眼泪。婉婉，你也别怪我们，你放心，你弟弟绝对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感情的。母亲殷切地看着我，眼里带着期盼。他不是我弟弟。一瞬间，失望达到了极点。我没想到母亲也是这么想的。婉婉，你先休息休息。母亲抹着眼泪离开房间。
当天晚上，那个孩子便留在了我家，听着客厅里面的欢声笑语，我第一次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。第二天，我请了假，带着自己的行李在外面租了房子，我想要用这种办法逼迫爸妈送走那个养子，但是却让我失望了，他们根本没有来找我回家的意思。韵韵，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非要收养那个孩子。我和好友韵韵说着这件事，眼泪不受控制地糊了一脸。别哭了，婉婉，你这样我看着心疼。韵韵帮我擦干眼泪，她的眼睛也红红的。你说那个孩子会不会你爸在外面的私生子？不然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，还因为这个孩子和你发火？听到韵韵的猜测，我愣住了。我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，但是韵韵的话却非常有道理。我先回家一趟。回到家中，只有母亲在做饭，没有见到父亲和那个孩子。婉婉，你回来了。你爸带着你弟，带着苏萱去公园玩了。妈，你就没有想过我爸为什么一定要收养这个孩子吗？也许他是我爸在外面的私生子，也不一定。你就一点也不怀疑吗？母亲听到我的话，满眼震惊地看着我，过了好半天才木讷开口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要不然他为什么对这个孩子这么好？母亲的脸色也一点点沉了下去。婉婉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很懂事的孩子，没想到你现在会变成这样。这个孩子是我和你爸都想要的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而且也不需要你来照顾他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呢？听着母亲略微有些生气的话，我的心一点点凉了下去。那房子呢？将来会给他，还是给我？你将来总是要嫁人的，要房子也没用，这房子肯定是我们和萱萱一起住。听到这话，我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，转身便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装起来，再次离开了家。下楼的时候，正巧遇到回来的父亲和苏萱。苏萱见到我，狠狠地做了个鬼脸，趁我没有防备，上来就是一拳砸在我的肚子上，力度很大，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讨厌鬼！打完我，苏萱还挑衅地看着我。我抬起手，便是一巴掌甩在苏萱的脸上，她的脸上瞬间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巴掌印。苏婉，你干什么？他刚才打我，爸是没看见吗？他只是个孩子，你和他计较干什么？见到父亲心疼地询问着苏萱疼不疼，安抚着她，我毫不留恋地离开。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短短几天时间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一向疼爱我的父母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离开家的第1个月，我没有给爸妈打钱，这几年他们已经不怎么干活，所有的开销都是我给的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不想让我的钱都花在那个孩子身上。终于，在第2个月，在我还是没有给家里打钱的情况下，终于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婉婉，你还在和爸妈生气吗？你为什么就那么讨厌萱萱呢？她是个很懂事的孩子。既然这样，那有她陪着爸妈，你们应该很开心吧？这样我也放心了，正好最近工作忙，没时间回去。母亲犹豫半天，最终还是没有张开嘴要钱。我没有等来爸妈的道歉，却等来了他们围在我公司门口闹事。看着周围人的指指点点，还有爸妈和苏萱那陌生的眼神，我彻彻底底的失望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这么不顾我的死活。当然，他们最后还是没有从我手里面拿到1分钱。不过，我的名声也被他们闹坏了。虽然有些人已经从我口中得知事情的真相，但是不明真相传谣的人总是很多，我只有一张嘴，根本解释不过来。最终，我还是被迫辞掉了工作，因为老板觉得我影响到了公司的名声。韵韵，你说到底为什么？20几年的感情，难道还比不过一个领养来的孩子吗？我靠在韵韵的怀里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婉婉，
我知道你难过，但是我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在这之前，他们没有任何想要收养孩子的表现，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带回来一个孩子？想要领养一个孩子，哪里有这么简单？听到韵韵的话，我也开始仔细回想这件事，的确和韵韵说的一样，这件事情处处都透露着疑点。不过，现在去想这些，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你要拿回属于你的房子。你辛苦工作这么多年，难道要给一个陌生的孩子买房子吗？一想到这件事，我心里面更是难受。母亲已经明确表示，这房子不会给我。想到这些，我猛地坐了起来。韵韵见状，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，婉婉？韵韵，我刚给他们买了房子，没过几个月，他们就领养了这个孩子。在这之前，他们总是有意无意提出想让我给他们买一个房子，写他们的名字。你说会不会一开始他们就是为了那孩子要的房子？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，我决定弄清楚真相，拿回属于我的房子，离开这里。如果他们还是执迷不悟，执意要苏轩那个孩子，那就让他们一起生活吧。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我买了一些水果和零食回到家。见到是我回来，父亲冷哼一声，转身继续陪着苏轩玩。母亲看了我一眼，继续忙活着准备做饭。爸妈，你们为什么要去我的公司闹？我还是没有忍住，想要最后给他们也给自己一次机会。是你活该，我们把你养这么大，你现在有本事了，不管我们了，不知道家里面没钱用了吗？原来是这样。我苦笑一声，将手里面的水果和零食放到了桌子上。刚放下，苏轩便跑过来，直接拎着袋子跑了，一边翻找，还一边恶狠狠地看着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个苏轩有些奇怪，和正常孩子好像不太一样。我被公司开除了。我疲惫地坐在椅子上，平静开口：什么？父亲猛地站起身，眼里都是不相信。现在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不孝女，公司的领导也觉得我给公司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，就把我开除了。见到父亲的反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面有些畅快。他们当初闹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后果吗？母亲也顾不上做饭，愁容满面的在客厅里面来回踱步。他们并不知道，我赚的大部分钱都是做副业赚来的。我当时也是因为怕他们担心我太累，所以没有说。他们一直都觉得我的工作赚得很多。没想到，当初善意的隐瞒，如今倒是帮了我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不你去求求领导？母亲看着我，开口说道。我哑然失笑，心中更是酸涩。没可能了，我们回老家的镇上吧，把现在的房子卖了，在镇上买个更大的，到时候苏轩也能有自己的房间，而且那里还离老家比较近，要是实在是没有工作，也能回家种地。说着，我悄悄观察着爸妈的神色，他们有些震惊地看着我。你不反对了？我想明白了，苏轩也不会影响到我什么，将来他长大了，还能帮帮我这个做姐姐的。而且我嫁人以后，总要有人留在你们身边照顾你。前些日子，我只是接受不了，突然有个人出现，分走了你们对我的爱。苏轩，你将来会对姐姐好的，对吗？苏轩没有理会我的话，埋头吃着东西，弄得一身都是，还紧紧护着，生怕别人抢去一点。你放心，他是你弟弟，怎么可能不管你？镇上买的房子就写苏轩的名字吧，剩下的钱存一部分给苏轩将来上学用，我也想留几万在手上，毕竟我现在没工作了。听到我这话，爸妈对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答应下来。轩轩，过来。我对着苏轩招了招手，苏轩依旧没有理会我。轩轩，你姐叫你呢，快点过去，以后你姐给你买更多好吃的。被母亲哄着，
苏轩才不情愿来到我面前，依旧紧紧护着手里面的零食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动手去拿，他的拳头会立刻砸在我身上。轩轩，之前是姐姐不对，姐姐和你道歉，好不好？苏轩显然不是很明白我话里面的意思，只是紧紧握着零食。轩轩这么喜欢吃这个呀？听到我这话，苏轩连忙将手里面的零食藏到身后，眼神又变得凶狠起来。见状，我眼神一闪，温柔地看着苏轩。这个家里面好吃的东西都是轩轩的，要是我抢轩轩的东西，轩轩就打我。所以呀，轩轩放心，姐姐不会抢你的东西的，爸妈更不会哦。苏轩这次似乎听懂了我的话，握紧拳头，抬起来挥舞了2下。晚饭的时候，爸妈把仅有的肉和鸡蛋都放在了苏轩的面前。这几个月我没给家里钱，家里的肉也吃完了，剩下那些他们都不舍得吃，全给了苏轩。做完这一切，母亲还小心地看了我一眼。咱们家的肉和鸡蛋肯定都是要给轩轩吃的，轩轩多吃一点，将来长大了好保护姐姐啊。来，轩轩多吃点。说着，我把盘子里面的肉夹到了苏轩的碗里面。苏轩抱着碗大口大口吃了起来，对我的态度也好了不少。这几天我一边找着买家，一边在家里面陪着苏轩。苏轩想看电视，我就让他看个够；苏轩想玩手机，我便把爸妈的手机里面下满了游戏。苏轩想吃好吃的，我就把家里面剩下的好吃的都给了苏轩。苏轩对我的态度好了不止一点，但前提是我不能抢一点他喜欢的东西，也不能不让他玩。不过我也乐得看见他这样。爸妈，好消息，房子找到买主了，不过他们还需要考虑考虑，这段时间应该会经常过来看看，要不然你们先回老家，等我卖完了房子，去镇上买了房子，再把你们接回来。许是这几天我对苏轩实在是太好，爸妈对这些事情又完全不懂，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。等到他们回了老家，我便立刻将房子卖了。当然，我也提前告知了买主我家的情况，告诉了他们爸妈以后可能会找过来。买主是个壮汉大叔，根本不在乎这些，还很高兴以便宜几万的价钱买到了房子。最后收拾房子的时候，我却意外在柜子下面发现了一个文件袋，打开发现里面竟然是一张诊断书，超雄综合征。再看上面的日期，竟然是7年的。一瞬间，我瘫坐在地上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婉婉啊，听说你们要把房子卖了，在镇上给苏轩买个房子。大姨，这是1万块钱。我将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，看着面前的大姨。闻言，大姨眼前一亮，伸手就要来拿，不过却被我拦住。我有些事情要问你。回答了这些就给我。那你说，放心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肯定告诉你。苏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。苏轩是你亲弟弟。大姨倒是也没有拐弯抹角，直接将话挑明。果然，大姨的话印证了我心中的猜想。7年前，那时候我应该刚刚上大学，因为要住校，很长时间才回家一次。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总觉得爸妈很奇怪。当时你妈怀孕了，他们可高兴坏了，可宝贝这个孩子就盼着是个儿子呢。你别看他们表面上说的漂亮，但是心里面可想儿子都想疯了。那一年他们有了孩子，为了生个儿子也舍得花钱去医院检查了。谁知道检查出那个孩子有什么熊病，我也不懂，就知道那不是个正常孩子，但是你爸妈知道是个儿子，根本不舍得打掉，所以他们就将这个孩子生下来了。可是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听到这里，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了下来。当然是因为那个孩子有病，你爸妈担心，你知道以后会不同意。毕竟这孩子将来可指望着你养活呢。
所以他们就将那孩子送到别人家去了，准备等你长大赚钱了，再找个理由给孩子接回来。谁知道你脾气这么倔，竟然说什么都不同意。不过反正房子也到手了，将来你弟弟也有了着落。至于你，就算是生气，你也得养活他们。听到这话，我什么都明白过来了。他们想要我买房子，就是一早算好了，要把这个房子留给苏轩。废话，那苏轩可是他们两个的命根子，别说是你了，就算是要卖他们的血，他们也都能卖了去。不过你们怎么把房子卖了？你真要给苏轩买房子？他就是一个有病的孩子，给他买房子还不如帮帮你广胜哥呢。大姨嘟囔着，撇着嘴看着我，这房子谁都别想要，这1万块钱是大姨的了。我将1万块推到了大姨面前，她喜欢占便宜，这正好也是我可以利用的一点。大姨喜滋滋地接过钱，迫不及待打开数了一遍，然后看着我的脸色又好了许多。还有一件事忘了和你说，你大学的那几年，你爸妈是不是告诉你家里面收成不好？仔细回想了一下，的确是这样，所以那几年我过得也比较节俭。好在还能拿到奖学金，不过每次拿到奖学金都会给家里一大半吃。他们骗你的，那几年他们把钱都给了养活苏轩的那户人家，还有之前你们家攒下来的那些钱。他们两个忙活了半辈子，肯定不会一点家底都没有。要是不拿钱，谁会白白养活一个别人家的孩子？从那几年开始，你家里面才一点点被掏空的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颤了颤，原来他们骗了我这么多。你是不是骗他们的？你根本就没打算回老家，这就不需要大姨管了。大姨听到我的话，笑容僵硬一瞬，然后想到什么，又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。你放心，收了你的钱，以后他们干了什么，我会打电话告诉你。正巧我也要回老家了，那就谢谢大姨了。能知道他们的消息，对我来说也是好事。将一切都准备好，我便连夜出了省，入职新工作。至于那笔钱，也被我在新城市付了房子的首付。在新城市安家以后，大姨果然和当初说的那样，时不时给我打电话。最初她只是几个月给我打一次，后来隔三差五便给我来个电话，主要是爸妈和苏轩在老家闹出的事情太多了。回到老家后，爸妈也联系过我，不过我直接言明，该给他们的养老钱我会给，但是不会多出1分钱来养活这个他们瞒着我生下来的超雄弟弟。没有了我的经济支持，苏轩又过惯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，家里面自然闹得鸡飞狗跳。爸妈每天起早天黑，下地干农活，偶尔咬咬牙花钱买点肉，本想着吃一块，却直接被苏轩给打了。但是爸妈心疼，也没有说什么。可没想到事情竟然愈演愈烈，一开始苏轩还只是因为吃肉和他们动手，到了后面一点小事不顺他的心意，他就要动手，还整日在村子里面惹是生非，脑子又不好使，招惹了几个混混，被人打得下不了床。爸妈对外人永远都是息事宁人的老实脾气，根本不敢强行找他们要医药费。就这样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，加上我给的养老钱，都被挥霍一空。得知这些事情以后，我便知道他们肯定会将主意打到我身上。不过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。至于报警找我，那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几个电话找我无果后，他们竟然求到了大姨门上。大姨的性子，那是绝对不可能掏出1分钱给他们的。苏轩的病被耽误，落下了残疾，一条腿瘸了。不过这也正好，省得他出去危害社会，就让他在家里祸害爸妈好了。毕竟这可是他们一心盼着吸干我的血也要养的宝贝儿子。婉婉，他是你亲弟弟，你不能不管他呀。当初你就不应该将他生下来，一个天生有疾病的孩子，就因为是个儿子。
你们就要把他生下来，现在你们自己收拾烂摊子去吧。刚挂断了母亲的电话没多久，大姨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语气里面还带着浓浓的兴奋。婉婉啊，你是不知道，那苏轩他今天早上把一盆热水浇到你爸身上去了。听到这话，我不由皱起了眉头。这样的苏轩，如今还小就能做出这样的恶事，若是长大了，不知道要害了多少人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最近秋收，地里面活累，你爸累得受不了，早上偷偷煮了鸡蛋吃，被苏轩那小崽子给看到了。哎呦喂，这真是个坏种啊！大姨说到最后，语气里面也不禁带着后怕。你要是有空，还是回来看看吧，劝劝你爸妈，趁着苏轩还小，赶紧给他收拾住了，要不然等他再大一点，那岂不是要杀人放火了？我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所以再三思索，还是买了回家的机票。回到熟悉的村子，还没有到家，便有村子里面的人走了上来，见面就和念叨起了我家的事情。提起苏轩，脸上都带着几分畏惧之色。那哪是孩子啊，简直是个魔鬼。听着村子里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我也知道我离开这2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到家的时候，远远的便听见院子里面传出来的大吼声：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，你们给我买肉。轩轩啊，家里面已经没钱了，哪有钱给你买肉啊？你再忍忍好不好？等地里面的东西卖了，我们就给你买肉吃，好不好？母亲的声音里面带着几分哀求，但是这对苏轩来说并没有用。我不管，干什么要给他治病，他自己躺几天不就好了吗？母亲听到这话愣住了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。屋子里面躺着的父亲肯定也听得到，就是不知道他会怎么想。你回来了，吃的呢？你为什么不给我买吃的？苏轩见到我，眼睛一亮，立刻瘸着腿飞奔了过来。但是见到我什么也没带以后，眼神立刻就变得凶狠起来。你为什么什么都不买？你怎么不去死？听着苏轩恶毒的咒骂，我看向母亲，他都这样了，你们还准备继续放任下去吗？你这孽障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当初你骗了我们的房子，你怎么还有脸回来？屋子里面的父亲突然冲了出来，眼里满是怒火地看着我。所以到现在你们还想要把这个房子留给苏轩？他是苏家的后，房子不给他，难道要给你，便宜了外人吗？听到父亲的话，我对他的最后一份希望也彻底消失，然后将视线移向母亲。毕竟她是我的亲妈，要是她已经悔悟，愿意离开这里，我会带着她走。给我买吃的，你这该死的东西！就在这时，苏轩突然重重2拳砸在我身上，我闷哼一声，疼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可是爸妈却一点动作也没有。见状，我一脚将面前的苏轩踹飞出去，等他摔倒在地，又上前去，狠狠扇了他几个巴掌。你快住手，他是你弟弟，你要把他打死吗？母亲突然冲上前来，拦住了我。我冷笑一声，起身退开2步。既然你们还是这么护着他，那我也没有必要多管什么了。我转身便准备离开，但是爸妈却拦住了我。你哪里也不要去，我们已经给你看好了人家。这次你既然回家了，那就留在家里，老老实实等着嫁人。你们说什么？那户人家条件还不错，你嫁过去不会亏了你的。母亲拉着我的胳膊，殷切地看着我。我甩开她的手，冷冷开口：是换钱来给苏轩用吧？你总是要嫁人的，嫁给谁都一样啊。他们家在镇子上条件很不错的。婉婉，你不错什么呀？不错。我说妹妹，婉婉也是你亲闺女，你和妹夫就这么坑她。大姨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，听到这话立刻窜了出来。婉婉，你别听他们忽悠你，那男的家里面是有点小钱，但是他1.6米的个头，300斤的肉，比你广生哥还胖呢，
指不定哪天就给自己吃死了。别说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了，就是给广胜买房子让我嫁过去，我都狠不下那心。妹妹、妹夫，你们要是真觉得那男的不错，干脆自己嫁过去算了，老蚌生珠，说不定还能给他们家添个丁呢。只是别添个有毛病的就行。说着，大姨还戒备地看了苏轩一眼，嘴里面小声嘀咕着：这兔崽子还真是邪门，这眼神怎么那么瘆人呢？有了大姨横插一脚，刚才还态度蛮横的父亲瞬间熄火了，闷着头不说话。我也不多停留，和大姨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家。现在不走，要是真被他们强行留下来，也是个麻烦。村里人刚刚在我家门口都看见了发生的事情，我离开的时候还能听到他们对爸妈和苏轩的咒骂声。我想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被整个村子排斥，谁也不会希望有这么一个不定时的炸弹生活在自己身边。那天离开以后，我便再也没有和他们通过电话，只是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将他们的养老钱打过去，不过也不多，勉强够他们糊口而已。一转眼又是半年时间过去，没想到再次知道家里的消息是通过警察。回去的时候，我的精神还是恍惚的。爸妈和苏轩都死了，苏轩那天因为父亲不给他买零食，怀恨在心，拿着刀捅死了他。母亲发现的时候，父亲已经没有了气息。直到那一刻，他们才明白，这个孩子就是他们亲手养出来的恶魔，本就不该存在在这个世上。父亲死后，母亲离开了家，买了很多肉，做了一顿红烧肉，还在里面放了毒药，想和苏轩一起死。哪怕是陪着苏轩一起死，他依旧舍不得这个宝贝儿子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他没有死在自己买的毒药上，却是死在了苏轩的刀下。苏轩见到母亲也要吃肉，毫不犹豫就掏出刀，用杀死父亲一样的办法杀死了母亲。当然，最后他一个人吃完了那些有毒的肉，毒发身亡。得知这样的消息，我唏嘘不已。想到苏轩还没有出现的那些年，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也算是其乐融融。不过仔细想想，他们对我也的确算不上多好。我很小的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捡亲戚家大孩子的，上了学，生活费也很少，仅仅够维持生活而已。但是爸妈说，为了养我，供我读书，家里面的条件已经很差了。这些年，他们攒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。为此，我比旁人更懂事。毕业以后，即便是有了还不错的工作，但依旧不停地尝试着做兼职，想要赚更多的钱，想要让爸妈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可是，这一切却终究都是骗局。处理完了后事，回到家没多久，我便在新闻上再次见到了爸妈和苏轩。没想到，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消息，竟然是用这样的方式。我将手机关掉，躺在床上，眼神空洞地看着天花板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不知道哭了多久，我擦干眼泪。过去的种种都已经过去了。曾经的那些年，我被算计着，为了别人而活。不过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便是真正的为自己而活。